Hello，大家好，我是 Stephen。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托福写作课程。我总共会通过3节课来介绍我们的托福独立写作的写作步骤。在接下来的第一个 section 中，我将会用15分钟来介绍独立写作的5个主要步骤，以及每个步骤所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托福写作，从而在平时的训练中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备考。同时也希望各位同学能紧跟着这样的5个主要步骤，通过系统的、有效的训练我们的独立写作，来更好的达到 ETS 关于写作方面的需求的各项指标，使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切实有效的提高托福写作成绩。在很多考生的反馈中，我们经常能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是很多同学在拿到托福的写作题目以后，立马进入疯狂的敲打键盘模式，疯狂地敲打着英文字母，但是写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自己所写的内容与题目中的要求并不一致。这样的情况往往是我们在托福写作步骤的第一步 read the question 没有做好，换句话说就是没有认真地看清楚题目。因此在托福考试中，我们的第一个也是很重要的步骤就是 read the question。 在第一步中，我们应该花30到45秒的时间去认真的阅读我们的写作题目，理清题目中的重点内容，即整个题目中的 central issue。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种同学看题不认真的同学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那就是有一部分的同学会过于纠结题目中逻辑以及一些内容上的合理性与否的问题。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我们的 TPO 的独立写作里面有这样的一道题目 Always telling the truth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n any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在这样的一道题目中，其实我们只需要给考官明确的观点 yes or no， 并且给出相关的论据支持即可。然而我们刚才所说的这部分的同学往往会过于纠结题目的合理性，他们可能会觉得 telling the truth 是非常重要的，但他们会觉得是不是 always， 他们会认为可能只是 sometime， 又或者他们觉得 always telling the truth is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n any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但是并不是 the most， 或者 telling the truth 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 consideration。 然而还有很多其他的 consideration 需要被考虑进来。如果是这样子写的话，最后写出来的文章可能就会偏离了出题者的最初的想法，最后也就导致了整体的写作成绩会比较低。所以独立写作的第一步骤就是找出题目中的 central issue。 当我们把 central issue 确定下来后，接下来就是第二步，快速的进行 brainstorm。 同样的，当我们在进行这一步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对题目的细节以及逻辑上的问题进行过于细节的探究，只要想想如何用 common sense 的例子去支撑自己的论点就可以了。只要合情合理，并不需要说在内容深度以及广度上面有多大的建树，因为在托福考试中，在考纲要求中，托福考试的重点考察的方面是考生是否对于词汇、句型等能合理利用，对我们的论点在阐述的时候是否通过适当的论据进行合理有效的支持以及扩展。只要做好这些，就能让考官更清楚地知道我们对于英语的驾驭能力是足够的，那就完全达到托福写作的考试要求，也就能在考场上取得比较高的分数。接下来是我们的第3个步骤 outline 列提纲。相信很多同学可能并没有列提纲的这么一个习惯，在考场上
很多的同学可能只是阅读完作文题目以后，马上就开始写作，并不会说我们的草稿纸上列出简单的提纲，以此保持我们的文章的统一性。往往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逻辑前后会不一致。很多同学可能只是阅读完作文题目以后，马上就开始进行写作，并不会说在我们的草稿纸上列出简单的提纲，以此来保持我们文章的统一性。往往这样的后果就是逻辑前后会不一致，或者在写文章写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写的方向有点偏离了原来在 brainstorm 建立好的这么一个脉络。所以我在这里还是比较建议各位同学能在真正开始写独立写作的时候，能在草稿纸上用30秒到1分钟的时间，简单的用几个单词先把文章的提纲大致列一下，能有个基本的骨架即可，确保我们在整个文章写作过程中整体性以及文章的前后统一性上能做得更好。当我们前期的工作都做好了，现在就到了独立写作步骤的第4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writing。在 writing 方面，开头以及中间段落是我们整个文章重点部分。下面我们先来说一下开头部分。一个好的开头往往是作者能 answer the question directly。在文章的开头，切记一定要把自己的观点鲜明地表现出来，而鲜明的观点就无外乎下面这3种情况 ：yes, no, sometimes yes, sometimes no。但是我会更加建议各位考生选择简单的立场 yes or no。这样做有一个比较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节约时间，因为在考场上30分钟要完成一篇没有什么语法错误、用词准确、论据充分的独立写作文章，在时间上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除了在平时的训练中，我们同学通过提高自身的打字录入速度以外，在考场外的一些小技巧也是节约时间的重要方法。简单的立场使我们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构思一些标新立异的观点上。很多考生认为标新立异的观点就是能获得高分，因此这样的观点能使他们的文章在众多的考生文章中脱颖出来。但是通过阅读大量的高分文章，大部分的高分文章的观点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观点，而真正使他们获得高分并且脱颖而出的是他们对于词汇和句式的正确以及合理的熟练运用。因为在托福写作指标中，托福作文考试考察的是学生对于词汇以及句式的正确运用，而立场在托福考试中并不影响写作的最终成绩。因此在备考不同的考试时，我们对于各种考试考察的指标都必须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了解。如 GRE 的考试对于词汇、语法等考察就相对比较没有那么严格，会在整个文章的逻辑点上以及整个文章的整体脉络上的考察会比较严格。接下来是中间段落，在这个地方很多同学都会纠结在中间段落应该需要写几段，但是同学们需要知道的是，中间段落写几段都是没有问题的，只要论点的论证好了，支撑的内容充分到位了，独立写作的成绩就会高，无论你写的是1段或是3段。完成了前面的4个步骤以后，我们还有一个最后的步骤，那就是 proofread。我们应该在最后的1到2分钟的时间里，整体回顾检查我们所写的文章，确保我们的文章中不会出现大量的语法错误。语法错误往往是导致我们在考试场上拿不到好成绩的一个重要因素。更少的语法错误能更好地表现出我们对于英文写作的驾驭能力，也因此能更容易获得比较好的分数，从而
而减少语法错误，除了我们平时刻意在练习中逐步去减少以外，写完文章后的检查也是很必要的。在写文章中，我们肯定会用到一些比较长的、比较复杂的句型，但是在考试的高压下，我们往往会出现一些小的语法错误，而这些小的语法错误并不是我们不能合理运用这些句式或单词所造成，而是粗心或者注意力稍不集中所导致。而因为这样而导致语法错误，不仅不能提高我们的分数，更会直接暴露给考官知道我们的语言教育能力不行。而在众多的语法错误中，出现的比较多的主要有以下的3种情况。第一种，多谓语。我们知道，英文不像我们的中文那样，并不在意句式的形式，只要表达清楚意思即可。英文是一种形式指导上的语言，一个句子中只能有一个谓语。如果一个句子中出现2个动词，那就是其中一个必须用它的其他形式出现在句子当中。第二种情况就是文章中出现残缺句，如 Because I like playing basketball， 这样就是一个残缺句。Because 只能引导一个状语从句，它并不能作为一个单独的句子在文中出现。正确的形式应该是 I play basketball very well because I like playing basketball。第3种情况就是平行结构不一致。举个例子 ，The schools of Boston are better than Washington。在这个句子中，本来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波士顿的学校要比华盛顿的学校要好，但是在英文表达上却写成了波士顿的学校与华盛顿这个城市进行比较。正确的形式应该是 The school of Boston are better than that of Washington。这个时候才是学校之间的比较，并且在这个句子中，为了避免重复，还用了 that 代替前面出现的 schools。在写作中还有一些比较容易错的点，如主谓不一致、前后时态不平行、词性的混用、子代不一致等。我们将会在接下来的写作课给大家再详细讲评。最后，让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第一个 section 的主要内容。第一就是花3到5分钟去做好前期的准备，包括读题、头脑风暴以及一个简单的提纲。第二，用22到23分钟时间把文章写好，最后用剩下的1到2分钟再次检查文章，尽可能的减少语法错误及单词拼写错误。最后，我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同学，托福是一个非常重视语法的考试，只有把语法做好了，才能把我们的托福考试成绩快速有效的提高。好，我们的第1节课就到这儿，谢谢。